4题，所谓的 shuffle array， 就是洗牌嘛，将一个阵列嘛，将它重新洗牌。好，那之前呢，我们也曾经考虑过洗牌的问题。好，基本上我们是有采用2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当然就是在 C++ 里面的 STL 里面的就有一个叫做shuffle 的这样一个函数。那当然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所谓的 Fisher-Yates algorithm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解答。好，那基本上它这个原理呢，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一个回圈，从第0个一直到第 n-2 个，然后我们取 J 呢，它是一个 random number， 那基本上它就是介于 I 跟 n-1 之间，然后呢，因为这个 J 呢，它是一个 random number， 所以呢，我们的 A 在 I 的值跟 A 在 J 的值呢，我们做交换。好，原则上我们可以透过它的当中的过程呢，我们实际上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它大概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啊。那当然一开始我们的 array 很简单，就是1、2、3、4、5、6、7、8、9。好，那一开始然后再来是2跟5交换，再来是3跟8交换，再来4跟4交换他自己要能够自己跟自己交换不然的话那个演算机制就是错误的。再来是2跟9交换，好，那再来6跟3交换，再来是7跟6交换，最后当 I 等于7的时候呢，7跟7自行交换。最后呢剩下2它当然就完全不用考虑了。所以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洗牌结果是1、5、8、4、9、3、6、7、2。这个其实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大概知道它整个的一个演算的一个机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如果产生的输出大概就是将这2行的注解将它拿掉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当然要知道这个大 A 它的一个元素的个数，然后我们再将大 A 所有的里面的整个阵列的值呢，我们再拷贝给 ANS， 然后我们在回圈这里跑一遍。那基本上我们这里的 J 是 random number， 它是介于 I 跟 n-1 之间所以就取它的后面的 index。那然后 ANS 在 I 的值跟 ANS 在 J 的值做交换然后最后你再将这个 ANS 再传给呼叫者基本上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演算我们去做所谓的 shuffle。 好，那比较完整程式呢，大概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包含前面的标透档的部分，命名空间的部分 std，那我们将这些
像 Random Device NT19937底线64呢，还有 Uniform INT Distribution 这些的相关的这些变数呢，我们都是把它先把它宣告成为全域变数。好，然后当然你需要一些列印的资讯，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print。那所以 suffer 的部分其实就在这里。好，那这边就是将注解将它拿掉，就可以列印。所以然后当然进入程式当然是从 main 进入然后原则上呢，这样就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程式。好，那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已经可以去解答的LeetCode第384题。它的一个题目大意就是说你给一个整数的阵列所谓的 numbers， 那就请你去设计一个演算方法呢，能够随机打乱这个阵列顺序，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shuffle 所谓的洗牌。那它打乱结果应该是所有排列出现几率都相同这个当然是蛮重要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要求那原则上呢，它会有一些成员。当然在这里的话，当然是 solution 同名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它的建构元建构元当然我们知道，在物件导向里面，就是你要将物件初始化的时候，将它一些参数做初始化的一个设定。这边就丢给它进来的是一个阵列。那原则上你就是要就储存所谓原始的整数阵列所以你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另外你还需要其他的一个成员变数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叫 reset 呢，就是将你就是将它这个阵列重设成为原始的一个状态就是跟你这个 number 的值就是一样的所以这基本上 number 的整个一个阵列，你要有一个变数去储存它。当你呼叫到 reset 的时候，你就将那个阵列变数将它传回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一部分也是非常容易。再来就是所谓的洗牌所谓的 shuffle 的部分基本上也就是可以透过我们刚刚的方式呢，就可以将它做实作。好，那我们这里会相关的部分其实像这里的话，这个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把它放在 shuffle 的这个方法里面就可以了。好，那全域变数的部分呢，我们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是拉在这个class solution 的上面就行了。好，然后我们这边可能在public 的上面呢，我们再设比方说是 ARR 这样的一个成员变数。另外呢，它的一个长度我们最好也做一个设定因为这边是有 n 那基本上就是再多2个成员变数应该就可以。好，那我们的实际看，我们大概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解答的一个情况。然后，所以原则上它是有全域函数和全域变数的那原则上我们当然可以透过 Visual Studio C++ 当中，我们当然就可以显示，像我们这 ARR 跟 N 它这边都是 private 私有的。那另外的方法 reset shuffle 这个当然是 public。
这个其实就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它会有这样的所谓的 Class Diagram 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是比较方便我们做类似物件导向设计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辅助。好，所以我们呈现的情况，其实原则上，你当然除了命名空间之外，你前面当然还是要有一些标头档了，那这边我们就是拉成为全域变数，不管是 Random Device RD，NT 19937底线64 Journ， Uniform INT Distribution。DIS 的部分我们都把它拉到外面当成全域变数，然后这边我们呢就是加了2个属性 ARR 跟 N， 基本上它都是私有的。然后你实际在做的时候，我们在本机端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结果，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print。它这个不在 solution 里面就直接设为一个函数就可以了。所以这里面会有 reset， 有 shuffer， 有 solution 就是它的建构元，那还有它的解构元解构元你没有写，但它是会有的。那像其他全域变数的，它会用动态的方式这样做初始化这基本上都不用特别去担心。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在程式上是怎么去实作的。好，那我们这里先看在 LeetCode 解答的部分首先呢，我们这边先提供个解答，就直接是用所谓的 shuffer原则上它只要作用在这 ANS begin 一直到 ANS 到 end 那这边当然需要一个参数是 journ 它必须还是要有一个NT 1993764这样的一个乱数引擎。那像如果你采用这样的方式呢，这个 Uniform INT Distribution 这个部分呢，这个其实就可以不需要，甚至我们的 N 也可以不用，你不需要那个阵列的一个长度，不过我们还是把它保留着。好，那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让它 run 一次。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 case， 基本上 OK 当然因为它的要求是你出现的那个几率是一致的所以呢答案当然也不一定是跟它预期的是一样像我们第2个 case， 这个就跟它预期的不一样。另外第3个，那我们就是用1、2、3、4、5、6、7、8让它先 reset， 然后再洗牌，再 reset。好，那这3个都 OK。那都 OK 的话，我们看看它 submit 对不对因为3个对不代表一定正确我们试试看。那基本上是 OK 的那像这里我们看一下，它需要的时间在6毫秒这个基本上来讲算比较快的所以我们用 STL 当中的 shuffer 其实是也算可以但是我们原则上还是要有演算法会比较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注解刚刚注解起来的把它再拿掉，所以我们还是用 Uniform INT Distribution， 设的它的乱数范围是0到
32位元的 int 里面最大的值。好，那这边当然就是2个成员变数都会用到。第8行的地方，我们就用所谓的 initialized 初始化的方式将它这些的成员变数值在建构元的地方就给它。reset 就是将你的 ARR 再 return 回去就好了。这部分我们做一点修改，所以在16行的部分把注解掉，然后再将17行到第20行这个注解把它拿掉。所以我们这边呢用到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Fisher-Yates 的 algorithm 透过这样的一次回圈。好，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然后这3个 test case 都 OK。那当然可能跟大家预期的不相同因为我们就是用随机乱数的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好，然后我们再 submit。好，那这样子的结果也还好8毫秒并不是非常快，但是也都能够接受。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本机端我们实作的一个情形。这边我们先点到，先把左边这个地方先打开。然后我们的重点是在 solution 的这个部分solution 的这样的一个class。那我们按右键，它这边应该是可以在它所谓的 code map 上显示。我们看看它的一个情形。然后这里我们就把它打开。好，所以它的所呈现的一个情况，它当然这边预设还是会有所谓的解构元那我们一步一步来看这边我们可以稍微把它说一下。好，这里跟刚刚我们在 LeetCode 上的一个解答应该是蛮相近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在它建构元的方式，我们也是用所谓的 initialized 的方式去做。然后我们的 reset 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 return ARR。在 Shuffer 的部分呢，我们原则上这边也是透过回圈所以用所谓的 Fisher-Yates algorithm 的方式将它实作出来。好，那我们这边当然在本机端的话，我们当然要有列印嘛，所以我们有一个 print 一个函数就是说基本上呢这边有传回去的字都是所谓的 vector所以我们当然就可以将它只要是 vector 都可以列印。基本上也就是说透过回圈for loop， 那它这个是容器 A 整个所有的元素跑一遍，然后将里面的 x 列印出来，中间用逗号这样做分隔，最后的地方我们再将它断行。好，我们再看 main 的部分。main 的部分呢，那我们这边简单起见，我们设的 numbers 就是它的阵列是1、2、3、4、5、6、7、8、9，然后就总共长度是为9。然后我们这边是 solution， 然后建构这个物件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是 Shuffer 2次，然后分别将它列印，然后最后再来 reset， 然后我们让它执行一次看看。好，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看它的结果第3个动作就是 reset 当然它就会回来嘛，这当然不会有问题的。好，那在这里我们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它有一个所谓的解构元。
然后那我们比较有兴趣的是结构元部分啊，它虽然预设有，那我们希望自己去做，所以这边我们就自己来做自己的结构元。那原则上这里结构元它做什么事呢？它也不用做什么事，它就是 cout 这个 destructor is called， 然后再断行，不要忘记分号。好，那基本上应该这样，应该就 OK 了啊。那我们让它再编译执行一次。所以它在最后的时候，它的结构元它会被呼叫到啊，会被呼叫到。好，那这个物件导向的东西呢，确实要花一点精神去学。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